说到养肾，大家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多喝水，别憋尿，少吃咸。这些提醒当然没错，也确实是控压、控糖、低盐饮食这三大基石之外，很多人天天挂在嘴边的常识。但有一个环节几乎很少有人提起，那就是身体的昼夜节律。肾脏和睡眠一样，也有自己的作息表。到了夜里，全身代谢放缓，血压本该顺势往下走一截，肾脏里那张密密麻麻的微血管滤网才能趁机喘口气。可如果偏偏在这个时间点塞进大量重油重盐重糖的宵夜，血压夜间该降不降，滤网等于被迫连夜加班，负担只增不减。年过60的朋友，这一点尤其要留心。肾脏没有痛觉，坏得再厉害也不会喊疼。很多人直到抽血报告亮红灯，才发现过滤能力已经悄悄流失了一大截。更棘手的是，肾脏不像肝脏那样能自我修复，一旦某个肾小球纤维化结疤，就永远回不来了。所以护肾这件事，核心从来不是等坏了再修，而是趁早替它减负，让剩下的滤网撑得更久。接下来会盘点几种适合傍晚到夜间少量食用的水果，但在讲这些之前，有几句话必须先说在前面。水果里的花青素、白藜芦醇这些成分，在不少研究里确实展现出抗氧化、护血管的潜力，可它们终归只是日常饮食的一部分，不是药，更不能把已经受损的肾脏直接修好。今晚吃这些水果，真正的意义是拿它们去替换掉那些高盐高糖的深夜零食，配合规律作息，给肾脏营造一个负担更轻的夜晚。顺带一提，除了饮食、情绪起伏、长期熬夜、久坐不动这些看似和肾脏毫无关系的生活细节，同样会间接推高血压、扰乱代谢，等于给滤网悄悄加码。这也是为什么护肾从来不是单靠某一种食物就能搞定的事。这里必须郑重强调一个原则，不少长辈发现指标波动后，只要配合医生规范用药，把血压血糖控制达标，再加上饮食作息的调整，指标是有机会稳住甚至改善的。但服药这件事永远排在饮食调整前面，绝对不能因为看了食疗内容就擅自停药减药，那样反而可能让血压血糖失控，给肾脏造成不可逆的重创。下面要说的所有内容，主要针对肾功能正常、想做日常保养的朋友。如果已经确诊慢性肾病、肾功能下降，需要限钾限水，任何水果的种类和分量都必须先问过肾内科医生或营养师，千万别照单全收。另外要提醒一句，接下来提到的每百克数据只是常见品种的大致范围，实际含量会因产地、成熟度、储存方式有所浮动，大家把它当参考，不必逐克较真。在正式介绍水果之前，先花一点时间理解肾脏是怎么运转的，等下听到每种水果的作用会更有概念。每颗肾脏里大约藏着100万个微型过滤单位，叫肾单位。每个肾单位中心都盘着一团极细的血管球，叫肾小球。这团血管才是真正干活的滤网，负责把血液里的废物滤出去，把有用的东西留下来。麻烦的是，这些滤网从出生那天起数量就固定了，用一个少一个，身体没办法再造新的。所以过了60岁，护肾说白了就是善待手上仅剩的这批滤网。最容易毁掉它们的，主要是2样东西，一是血压过高，会像洪水一样反复冲刷那些脆弱的血管，让它们发炎结疤；二是长期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压力，就像切开放久了的苹果会氧化发黄一样，血管也会在这种压力下慢慢老化。夜间血压如果能平稳下降，血管放松，滤网压力就小；如果降不下来，肾功能衰退的风险就会往上走。所以晚间饮食的原则很清楚，尽量协助血压平稳下滑，同时别再给代谢添麻烦。接下来说的这几种水果，白天吃同样有益，晚上吃则更多是取其低负担的特性。先说蓝莓，很多长辈晚上盯着电视，手闲不住，习惯抓一把葡萄干或蜜枣干当零嘴，觉得总比薯片健康。可果干经过脱水，糖分被高度浓缩，吃几颗血糖就能窜一下，反而给血管添压力。新鲜蓝莓就友好得多，每百克热量只有大约57大卡，含糖量不到10克，升糖指数50出头，属于妥妥的低升糖水果。它最出名的成分是花青素，每百克含量能超过160毫克，对微血管有一定的养护和抗氧化作用。对三高人群、爱看电视的长辈，
还有需要控体重的人都很合适。更关键的是，它每百克只含钾70多毫克，磷10几毫克，钠不到2毫克，是标准的低钾低磷低钠水果。挑的时候留意果皮那层白霜，霜越均匀越厚，说明越新鲜，摘下来没被过多碰触，捏一捏，手感结实有弹性的最优先。晚上吃，建议控制在15到20粒左右，大概是摊在手心一小把的量，净重50克上下。冲洗时用流水轻轻带过就好，别使劲搓，也别泡太久，不然水溶性的花青素会顺着破损处流失。要注意，蓝莓含一定膳食纤维和有机酸，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晚上别贪多。加了糖的蓝莓干或果酱更是要绕开。如果买到的是冷冻蓝莓，也不用担心营养流失，冷冻过程对花青素的破坏其实非常有限，解冻后稍微沥干水分再吃就好，反而比反季节的新鲜蓝莓更划算。第二种是无糖蔓越莓汁或者洛神花茶。不少女性朋友常备尿路不是困扰，一旦细菌逆行感染到肾脏，麻烦就大了。市面上那些蔓越莓果干、甜果汁，糖分往往高得离谱，反倒可能给细菌提供养分，得不偿失。真正有意义的是不加糖的纯蔓越莓汁或洛神花茶，其中含有的原花青素能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大肠杆菌附着在尿道黏膜上，帮助减少细菌滞留，随尿液排出体外。但这只是饮食层面的辅助，替代不了正规的抗感染治疗。洛神花本身富含有机酸和多酚类物质，对血管舒张、血压平稳也有一定帮助。这两种饮品特别适合常年尿路反复不适的女性、轻度高血压的长辈以及想护肾抗炎的人群。挑选食物必翻看成分表，纯蔓越莓汁天然味道酸涩得很，市售产品十有8、9加了糖浆，一定要认准配料只有蔓越莓和水的那种。喝的时候，纯汁建议按1:4左右兑温水稀释，一次喝1小杯，大概150毫升上下就够了。洛神花干朵则用80度左右的热水冲2-3朵，傍晚喝1小杯，既补水又不添糖负担。这里也要提醒，两种饮品酸度都不低，有胃溃疡、反流或胃酸过多的人不要空腹喝，另外长期大量饮用可能增强抗凝效果。如果正在吃华法林一类的抗凝药，一定先问过医生再喝。第三种是深色葡萄。有人相信睡前小酌红酒能软化血管，其实酒精只会加重肝肾代谢负担，完全划不来。想拿到红酒里那些有益成分，直接吃深色葡萄反而更划算。像飓风、红提这类深皮葡萄，每百克热量40多大卡，果皮和籽里藏着不少白藜芦醇和原花青素，这些成分有助于促进血管内皮释放一氧化氮，让血管放松，微循环变好，对早期血管硬化、关注心血管的长辈算是不错的选择。挑的时候找果穗完整、颗粒饱满、果梗还带点青绿的，颜色越深，代表抗氧化物质积累越多。吃法讲究连皮一起细嚼，别只吃果肉扔果皮。分量上，每天控制在5到8颗，大约小半碗的样子。要留意的是，葡萄含糖量不低，每百克有10到12克，钾含量也中等偏高，100克大概110到130毫克。如果肾功能已经打折扣，或者正在服用普利类、沙坦类降压药，排钾能力受限，吃葡萄一定要严格控量，更不能榨汁喝。一杯葡萄汁往往用掉几十颗葡萄，糖和钾会瞬间超标，喝一杯下去，等于把原本该慢慢分次吸收的糖分和矿物质一次性灌进血液，血糖、血压都容易跟着起伏。第四种是苹果。苹果护肾的路子挺特别，是先从肠道帮忙，间接给肾脏减负。长期便秘会让肠道里的代谢废物重新被吸收进血液，等于变相加重肾脏过滤的工作量。苹果富含果胶这种可溶性膳食纤维，每百克大约 1.2 克，还含有胡皮素，同时钾钠双低，每百克钾100多毫克，钠不到2毫克，热量50出头，升糖指数只有36，属于典型的低升糖水果。果胶进入肠道会形成凝胶状物质，吸水、促蠕动、吸附废物，帮助排便更顺畅，从源头减少肠道毒素滞留，这对习惯性便秘、高血压、早中期肾病以及糖尿病人都很友好。挑的时候找果形端正，拿在手里沉甸甸，闻着有果香的。带皮吃最好选无农药残留或没打蜡的品种，先用面粉或淡盐水把果皮彻底搓洗干净，
切成薄片细嚼慢咽。因为果皮里的胡皮素和果胶浓度比果肉高出2-3倍。晚上吃建议控制在小半个左右，大概100克，切5-6片就差不多，撒一点点肉桂粉还能帮忙平稳血糖。另外果核别嚼碎吞下去，里面含微量氰苷，偶尔整颗误吞一般没事，但嚼碎大量吃风险会升高，家里有老人小孩最好先去核再吃。肠易激或急性胃炎发作期的人，晚上也别多吃。第5种是草莓，牙口不太好、咀嚼吃力的长辈，往往很难在水果里找到又软又好吃的选择，草莓正好填上这个空缺。它维生素 C 含量非常高，每百克能到40多毫克，比苹果、葡萄高出好几倍，还含有鞣花酸、天然水杨酸和叶酸，热量极低，每百克只有30出头大卡，升糖指数40左右，含糖量6克上下。鞣花酸本身还有不错的抗炎抗氧化作用，这种低热量低升糖的组合对糖尿病人、牙口不好的长辈以及血脂偏高的人都很合适。吃完血糖基本不会大起大落，挑的时候找带绿叶、颜色自然红艳、香味浓的中等大小果实，别专挑个头特别大的。清洗时一定要带地冲，用流动水轻轻冲3到5分钟，洗完再去蒂。如果先去蒂再洗，农药和杂质容易顺着切口渗进果肉，反而更脏。每次吃5到8颗，净重100克左右，大概小半碗的量。因为籽多，表皮细嫩，能促进肠道蠕动，长期腹泻或肠炎患者要少吃。草莓也属于容易过敏的食物，第一次吃的长辈最好先少量试试，吃2-3颗观察半小时，确认没有嘴唇发痒、皮肤起疹等反应，再考虑加量。第6种是凤梨，吃完肉类或油腻食物后觉得胀气难消化，凤梨算是天然帮手，而且在热带水果里，它算是矿物质负担相对轻的一种，核心成分是凤梨蛋白酶，另外还有不少维生素 C 和锰，每百克热量40多大卡，钾含量每百克约110毫克，在同类水果里已经算低了。凤梨蛋白酶能帮助分解蛋白质，缓解饭后腹胀，对消化功能减退，常吃肉后觉得胀的长辈很实用。挑选时看果皮偏橙黄，拿起来有分量，底部带点果香，切开后果肉没有黑心的最好。饭后半小时左右吃，分量控制在50到80克，大概3-4小块的样子。切好后可以用大约1%的淡盐水泡上10分钟，能减轻蛋白酶对口腔的刺激感，吃起来也更甜。切记不能空腹吃，活性蛋白酶直接刺激未必容易引发不适。正在服抗凝药的人长期大量吃也可能增加出血风险，最好先问医生。罐头凤梨汁就别拿来替代了，高温杀菌后酶活性早就没了，剩下的基本是浓缩糖分，晚上吃一定要控量。糖尿病和肾病患者更不能贪嘴，对凤梨蛋白酶过敏敌人则完全不建议尝试。如果吃完出现口腔发麻久久不退，或者嘴唇、舌头有肿胀感，应立即停止食用并留意后续反应。最后一种是橙子，它不只是补维 C 的选择，对维护尿道和肾脏内部环境也有一定作用。橙子富含柠檬酸盐、橙皮苷、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每百克热量不到50大卡。柠檬酸盐进入体内代谢后，能提高尿液里柠檬酸的浓度，与钙离子结合形成溶解度更高的柠檬酸钙，有助于减少草酸钙结晶的聚集，从而在饮食层面辅助降低结石风险。但这只是日常层面的助力，已经有结石的朋友仍然要遵照泌尿科医生的方案处理，这对容易肠结石、血管偏硬的长辈来说算是不错的加分项。挑的时候找表皮光滑细腻、有弹性、底部起眼小又压手的，这种通常水分足、甜度均匀。吃的时候最好剥皮直接吃果肉，连着果肉外层那圈白色橘络一起吃，因为橘络里橙皮苷含量高，对血管养护有帮助。白天吃半个到1个足够，大约果肉100到150克。这里有个重点必须强调，橙子钾含量不低，每百克大概160毫克左右。如果肾脏过滤功能正常，白天适量吃1个对预防结石、补充电解质是有益的。但如果已经确诊肾功能衰竭、中晚期尿毒症，或者正在服用保钾利尿剂、普利类沙坦类降压药，排钾能力受限，吃橙子很容易诱发高钾血症，严重时可能引发心律失常甚至心跳骤停。所以肾病患者一定别随意吃橙子，更不能榨汁喝，
一杯橙汁往往要用掉3-4个橙子，等于把大量钾和几十克糖瞬间灌进血液。不管吃哪一种水果，只要肾功能已经出现问题，最稳妥的做法就是定期抽血查血钾，把结果当作调整饮食的依据。确诊肾病的朋友，动嘴之前先问过主治医生或营养师，把自己近期常吃的水果种类和大致分量列出来，让专业人士帮忙判断是否需要调整，比自己上网瞎猜要稳妥得多。分享食谱之前，还是要把底线再说一遍。今天提到的这些水果调整，建立在日常保养和辅助减负的基础上，不是替代正规治疗的灵丹妙药。该吃的药一定要按时吃，绝对不能自己停药。如果发现自己脚踝或小腿持续水肿，小便泡沫久久不散，或者尿色发红、尿量骤减、腰部剧痛，这些都是身体在报警，必须立刻就医。说一个真实的例子，一位68岁的退休会计，体检时查出肌酐偏高，肾小球滤过率也往下掉了一截。他没有病急乱投医，而是在医生和营养师指导下，按时吃降压药，把血压、血糖控制在达标区间，同时把过去每晚配着咸味坚果看新闻的习惯，换成了少量新鲜蓝莓和苹果薄片，饭后还坚持散步10几分钟。1年后复查，指标基本稳住，没有继续恶化。这个例子想说明的是，真正起作用的从来不是某种水果，而是规范服药加上健康生活方式的共同配合。水果只是锦上添花的部分。类似的情况在门诊里并不少见。很多人一开始也担心自己是不是已经走到不可逆的地步，但只要及时干预，坚持配合，指标往往还有回稳的空间。关键在于愿不愿意从今晚开始做出改变，而不是等到症状明显才后悔。最后教大家做一杯简单的夜间低负担特调饮，取1小把新鲜蓝莓，大概1/4杯的量，加3-4颗草莓切片，倒入半杯无糖蔓越莓汁或洛神花茶，再加2勺无糖希腊酸奶，撒一点点肉桂粉，兑适量温水，用搅拌机打匀即可。这里也要提醒，肉桂本身含香豆素，日常调味少量食用风险不高，但不建议长期大剂量当保健品吃。肝功能不佳或服用抗凝药的人要格外留意。如果本身有肾病水肿，或者处于慢性肾病3期以上，通常需要严格控制每天的液体摄入总量。这类朋友千万别为了护肾而在晚上额外多喝这杯饮品，以免加重水肿和心脏肾脏的负担。今晚开始，可以试着做几个小小的改变。第一是早点关掉厨房，不再碰高盐、高糖、高油的深夜宵夜。第二是学会替换，馋嘴的时候用1小把蓝莓、几颗草莓或几片苹果代替饼干和咸味零食。第三是饭后散步10到15分钟，帮助睡前血压更平稳。第四是按医嘱吃药并定期复查，绝不擅自停药。如果肾功能已有异常或正在服用降压药、利尿剂，复查时记得把最近常吃的水果清单带给医生看一看，确认自己的血钾水平和液体额度。第五是保持规律作息，尽量在同一时间上床休息，让血压和身体代谢都能顺着昼夜节律走，不必刻意熬夜追剧或加班到深夜，这本身就是在替肾脏减负。这些改变听起来都不复杂，真正难的是坚持下去。但只要今晚开始，愿意把宵夜换成1小把水果，愿意饭后多走几步，愿意按时把药吃完，肾脏就会用长期稳定的指标来回应这份耐心。在医生许可的范围内，管住宵夜，稳住血压，就是给肾脏最实在的长期照顾。